改变可以是强大的，它可以有助于提升、忘记和治愈。然而，当一个人需要这样做时，并不总是很容易能意识到。这支影片让我们探索一些需要改变的迹象，以帮助大家变得更好。首先是忽视核心承诺。生活中有什么事情是你总想打破的？有没有不断换工作，从一种口味跳到另一种口味？或者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和别人争吵。当一个人不尊重自己的核心承诺和需求时，就会发生冲突。根据一本名为《翻越你的山》的国际畅销书作者的说法，一个人的核心承诺是生活中的主要目标，比如被控制、自由或被爱。另一方面，核心需求与自己的核心承诺恰恰相反，越忽视自己的核心需求，核心承诺症状就越明显。这里有个例子，如果一个人的核心承诺是感受到别人的爱，那么他的核心需求就是自爱。如果不尊重这种需要，可能只是为感受爱而走向极端，比如降低自己的价值，被肤浅的标准所消耗等等，这会破坏与自己和他人建立健康关系的机会。其次，彼得潘综合症。彼得潘的故事虽然奇幻和神奇，但相当悲惨和悲伤。他是个害怕变老的男孩，正因如此，选择住在荷兰，一个充满无穷乐趣和冒险的地方。当其他孩子长大并承担起责任时，他却永远年轻而孤独。尽管是童话故事，但现实生活中就是有这种像彼得潘一样的人。1983年，心理学家丹·凯利博士出版了一本关于彼得潘综合症的书，书中概述了拒绝长大的成年人的特征，他们纠结于承诺、逃避问题和责任、依赖他人等等。如果是彼得潘类的人，那么当然他们是恋人，或者是能够容忍对方缺乏责任感的人，最终也承担了所有工作。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要有个小孩子彼得潘，但不要让他和自己的自然发展发生冲突。失败是正常的，生活充满了机会，正如彼得潘的创造者J.M. 巴里说的那样，怀疑自己能否飞起来的那刻，就永远无法飞起来了。巴里还说，如果不能教我飞，那就教我唱歌吧。再次是停滞。大家看排球少年吗？如果看，那么一定很熟悉月岛迷上排球时的标志性模样。月岛是该剧的主角之一，由于之前的糟糕经历，他一开始对排球漠不关心，没有动力认真对待排球。然而在一场特别具有挑战性的比赛中，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。同样，如果一个人不诚实面对自己，并投入兴趣和承诺，也无法进入下一个层次。停滞并不完全是坏事，这取决于自己想去哪里，想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想想过去的6个月，如果很少找到让自己感到骄傲或有动力的事，也许是时候改变了。最后，70%的人生，大家有没有仅仅因为没有达到某个目标，就觉得自己没有充分体验生活？比如体重问题，可能会让自己觉得自己不能进入一段恋情或快乐，因为没有自己梦想中的身材。正因如此，每天都活在70%的满意度里，而不是100%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强烈建议立即打破这种思维模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根据教授兼作家尼尔·埃尔的说法，人类天生不满足，如果一直保有70%的人生满意度，就可能一直保持这种状态。从进化的角度来看，缺乏持续的满足和快乐，使我们的祖先更加努力的生存和进化。按照尼尔·埃尔的说法，如果一个人实现了一个目标，很可能会转向另一个目标。没有如果我要这样做，我就会快乐的说法，不会的，幸福从自己开始。今天就可以实现，为自己的目标更加努力的工作，才能更加努力的玩。不要害怕梦想，过充实的生活，不管它听起来如何，因为永远不知道哪一天就会失去动力。大家还可以看看怀疑自己时要记住的6件事。